舔一口1分钱的廉价吸管。如果在欧美，最多就是被社区大妈翻个白眼，或者被警察口头警告，随便交点罚款就能拍拍屁股走人。但在新加坡，对不起，你面临的可能是最高2年的时薪牢饭。这不是我在危言耸听，更不是什么地摊文学。此刻，18岁的法国商学院高材生迪迪埃，正因为他发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个所谓恶作剧视频，满脸恐慌，双腿打颤地站在了新加坡国家法院的被告席上。他那引以为傲的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在这里被击得粉碎。他根本想不通，自己不过是开个玩笑，为了博取一点流量，怎么就成了国际新闻的主角，甚至要面临身陷囹圄的绝境？判得冤不冤？今天我们就透过这根微不足道的吸管，深度解构一套让欧美司法逻辑彻底失效的新加坡模式。为什么在这个国家，我不知道和我只是开个玩笑，从来都不是你的免死金牌？而这种近乎冷酷的零容忍背后，又隐藏着新加坡怎样的国家生存密码和治理智慧？带着这个颠覆认知的悬念，我们往下看。我们先来一帧一帧还原一下这个让法国留学生彻底翻车，甚至断送大好前程的案发现场。前段时间，在新加坡金岭购物中心的一台鲜榨果汁自动售货机前，迪迪埃漫不经心地抽出一根吸管，舔了一口，然后若无其事地把它塞回了吸管盒里。不仅如此，为了炫耀自己的叛逆，他还把整个过程拍了下来发到网上，并且配上了一句极具挑衅意味的文案，说这座城市并不安全。按照欧美那种习惯了按实际物理损失来计罚的司法逻辑，这事儿简直小到不能再小。商家报警后，出于卫生安全考虑，被迫连夜销毁了机器里的500根吸管。总损失是多少呢？区5新币，连一杯星巴克都买不到。在很多西方国家的语境里，这种没有造成严重物理损害的行为，顶多算个道德瑕疵，连警察都懒得出警。大家还记得2020年席卷美国加州超市的舔冰淇淋恶作剧吗？那些肇事者面临的往往只是几百美元的罚款，在法国，甚至可能只是被口头警告并禁止进入超市。所以，迪迪埃理所当然地以为，在新加坡也能用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糊弄过去，但他大错特错了。新加坡警方接到报案后的回应干脆利落，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直接以涉嫌恶作剧和公共滋扰罪将他逮捕归案。面对可能高达2年的监禁，这种降维打击式的铁腕执法，直接把习惯了巨婴特权和自由散漫的欧美留学生打懵了。如果是你会觉得这只是一场无伤大雅的年轻人的恶作剧吗？为什么仅仅5新币的损失能引发新加坡国家机器如此雷霆万钧的制裁？这就触及到了新加坡司法的真正底线。为什么新加坡要对一根吸管这么较真？要看懂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拨开表象，看看新加坡刑法典第268条关于公共滋扰罪及其硬核且缜密的法理逻辑。在欧美的法律框架下，舔吸管污染的是下一个拿到它的人，法律惩罚的是具体的物理伤害和财物损失。但在新加坡的法官眼里，你舔掉的根本不是一根吸管，而是这个国家耗费几十年、几代人心血建立起来的绝对信任体系。公共滋扰罪保护的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受害者，而是整个社会590万人的心理安全感和公共秩序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的涟漪效应：当市民知道有人在公共售货机里恶作剧却没有受到严惩后，他们对所有公共设施的信任度都会瞬间崩塌，出门在外会充满猜疑和不安。这种摧毁隐形信任契约的代价，绝不是5块钱新币能衡量的，它动摇的是社会的根基。回顾新加坡的法治史，你会发现这种零容忍的基因一脉相承。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人因为往麦里之蓄水池里抛死猫，遭到了极其严厉的重罚。再到近几年，无论是有人在地铁里故意舔扶手，还是外籍人士在公共场所随地小便，无一例外都遭到了重拳出击，甚至面临鞭刑的威慑。新加坡政府非常清楚破窗效应的致命杀伤力，只要有一个人可以通过所谓开个玩笑全身而退，社会的道德底线就会被瞬间击穿，公众的恐慌情绪就会像病毒一样疯狂蔓延。在新加坡的治理哲学里，有一条不可撼动的铁律：对破坏秩序者的宽容，
就是对所有守法公民最无耻的背叛。因此，法律绝不为你的无知买单，更不会为你的恶作剧兜底。但问题来了，新加坡为什么非得把社会规则收紧到这种近乎苛刻的地步？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更残酷、更让人窒息的现实。很多人初到新加坡都会吐槽这里是个名副其实的罚款之都，甚至觉得有些喘不过气。进食口香糖罚款1000新币，喂鸽子罚款500新币，小贩中心吃完饭不归还托盘要面临罚款，甚至连上公共厕所不冲水都可能被开出150新币的罚单。你能接受这种连生活细节都要管的保姆式铁腕治理吗？很多西方媒体高高在上的批评这是一种道德洁癖，甚至是一种缺乏人权的专制。但作为长期实采新加坡政策的观察者，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根本不是什么洁癖，而是深深刻在新加坡骨子里的生存焦虑。试想一下，一个面积仅仅只有733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在地图上甚至只是一个小红点，人口密度却高居全球第2。这里没有腹地，连喝的淡水和吃的蔬菜都要靠邻国进口，毫无自然资源可言。在这样恶劣甚至随时可能被掐断咽喉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新加坡凭什么能在短短几十年内跃升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发达国家？凭什么让全球顶级的资本、跨国企业和富豪们心甘情愿地把巨额财富和身家性命安稳地放在这里？答案只有3个字：确定性。而这种近乎强迫症般的确定性和极致的安全感，只能依靠极高的违规成本和极其严苛的法律来维持。严苛是新加坡在这片丛林中唯一的生存逻辑。在这里，法律面前一视同仁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不管你来自哪个所谓的大国，你的外国护照在新加坡法官面前不仅不是减刑的理由，反而可能让你成为被重点打击、以儆效尤的标靶。从你选择踏入樟宜机场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自动签下了这份不容狡辩的社会契约，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回过头来看，这根区区1分钱的廉价吸管，不仅把那个曾经骄傲轻佻的法国留学生送上了冷冰冰的被告席，为他的年少轻狂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更像是一面高清的镜子，向全世界清晰地折射出了新加坡最硬核的底色。在这个国家，规矩就是铁打的规矩，没有任何文化背景、政治正确或者国籍身份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更没有所谓的法不责众。想要特权，想要无底线的包容和所谓的绝对自由，没问题，你可以买张机票去巴黎、去纽约、去加州，去体验那里的街头零元购。但如果你想要一个凌晨2点独自走在街上绝对安全，整个社会运转严丝合缝，不用担心被无端骚扰的避风港，那么欢迎来到新加坡，并请你严格遵守这里的游戏规则。最后，我想问屏幕前的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是本案的主审法官，面对这个声称只是开个玩笑、痛哭流涕的法国留学生，你会判他坐牢，让他长长记性，还是仅仅罚款了事，给他个机会？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判决书，我们一起探讨。我是阿明，我们下期不见不散。